想成为一个好厨师，最重要的就是专心致志。这是师傅教给小杨子的第一课。如今，小杨子的厨艺早已超过了师傅，就连厨王的称号也该让给他了。师傅认为他厨艺已大成，是时候出师了。他闻言立刻表示死也不走，要报答师傅的恩情。但师傅只用了一张照片，就改变了他的主意。这是他家当年定下的婚约，照片上的女孩亭亭玉立，他只看了一眼，便瞬间改口。前一秒还说着打死也不下山，下一秒人就已经没了踪影。就在他下山的同时，真味楼的总裁苏清秋正带人上山，想邀请厨王出山，代表真味楼参加3年1度的厨神大赛。但厨王早已封刀，并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徒弟，声称其厨艺已青出于蓝。为证明所言非虚，他端出徒弟做的炸酱面。青秋的助理一脸嫌弃，认为总裁身份高贵，不该吃这种低端食物。但厨王解释，这并非普通的面，面条只用蛋清和制，不掺一滴水，经过3醒3揉，再用黑山猪五花肉制成炸酱。无论是选材还是工艺，都是当世顶级。助理不信，正要发作，却被面的美味瞬间征服。青秋尝后更是赞不绝口，认定只要请到这位高人，必定能夺得冠军。但他并不知道，这位高人刚刚已经下山，而他自己也因为家中催促，必须回家完婚。他更不会想到，爷爷为他安排的婚事对象，正是他苦苦寻找的厨王高徒。婚后，青秋立刻向他摊牌，表示两人不是一个档次的人，注定不会有结果，并警告他不要对外透露二人的关系。另一边，刚下山的他身无分文，饥肠辘辘，恰好看到真味楼正在搞活动，只要能对菜品提出修改意见，就能免费品尝。他对此自信满满，认为这顿饭自己吃定了。可他刚到门口，就被服务员当成收破烂的拦下。他点齐了3大招牌菜，吃完后留下一张写满意见的纸条，便准备离开，却被服务员拦住，指责他胡写一气，想吃霸王餐。最终，身无分文的他只能被迫留在后厨打工还债。他并不知道，这家店的老板正是他那位看不起他的新婚妻子。很快，他在后厨撞见了正在示范清洁标准的青秋。他误以为妻子和自己一样，也是个打工人，便上前调侃，甚至当着他的面吐槽老板臭不要脸。青秋被气得说不出话，而这一幕恰好被后厨主管看到。他决定给这个新来的小子一点颜色看看。总厨以貌取人，断定他连菜刀都拿不稳，便刁难他用豆腐雕花，做不到就滚出去。他却说要来个更绝的，随手拿起一个萝卜开始雕刻。众人见他手法缓慢笨拙，都等着看笑话。但当他完成作品，一朵栩栩如生的萝卜花引来了真正的蝴蝶时，所有人都被这以假乱真的刀工震惊了。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争吵，有客人闹事，说菜难吃的连狗都不吃。来者是米其林级别的厨师雷彪，他点名要和总厨比试。青秋深知总厨不是对手，内心焦急万分，只盼着那位厨王高徒能尽快出现。比赛的菜品是青椒肉丝，一道看似简单却极验功力的家常菜。结果毫无悬念，食客们一致投票给雷彪，总厨遭遇了碾压式的惨败。他看着这一幕，只是轻蔑地表示自己双手插兜，都不知道什么叫对手。就在雷彪准备让人挂上羞辱性的牌匾时，他终于站了出来。